很开心大家今天终于要来录制这一集我期待已久的面试心得分享。然后面试过程其实蛮痛苦的，所以希望今天这集可以帮助大家减少一些痛苦值。然后很开心今天邀请到了我成大一的好朋友，也是我的面试好伙伴邵伟。那我们就先请 Hello，邵伟大家好。介绍一下自己。Hello，就我是邵伟这样，然后我是成大一，然后2024年毕业这样，然后现在就读哈佛的公卫硕士这样，然后今年May 去上了Cleveland Clinic 的内科，大概是这样。超级谢谢。厉害，所以今天就有 Cleveland Clinic 大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面试过程要怎么准备，然后相信大家收获一定会很多。那开始之前，我先简单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流程，就是我们会先介绍一下面试的形式，还有流程，然后面试常见的问题，还有准备策略，然后我们会针对一些我们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分享一下我们的答案，还有我们觉得要怎么准备这些问题的策略。面试的 set up 要买哪些器材，然后背景要怎么样，以及面试的时间安排跟策略，然后最后可能会分享一下自己整个面试季 overall 心得是什么，怎么去调节过程中的压力。OK，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 Part 1， 就是面试的形式跟流程。面试通常是怎么进行的？有几个面试官，一个面试官大概跟你谈多久？好，那就我先讲我个人经验。好，通常一个 interview，通常总共时间大概是1个半天这样。通常前面会有1个小时左右，会有 PD 或是 Chief 去介绍这个 program，像是 curriculum 啊，或者是一些做研究的资源啊，就是各种跟 program 相关的介绍这样。然后呢，再来就是会进入到正式的 interview 的环节这样。然后通常正式的interview 呢，会有1到3个 interviewer，然后一个 interviewer 大概是15到30分钟。interviewer 是谁呢？主要会是会跟他们一个 core faculty，然后和一个 APD 或是 chief 做 interview 这样子。通常跟不同的 interviewer 之间会有个空档这样，所以我们通常会被聚集在一个共同的 Zoom。主要会有一些住院医师或者 chief，让你可以自由问问题这样。所以等轮到你的时候，就会有人帮你破到 breakout room 这样。然后像我印象中，就是我会有一些医院啊，然后就是他会带你参加他们的晨会啊，或是舞会，就是让你可以体验一下他们那里的教学啊。然后像是 Mayo Clinic 的话呢，他们非常的酷，就是他们还会让你参加他们的查房，这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报 case 看病人这样。对，这大概是我个人的经验这样。那就不知道那个雅涵的个人经验是怎么样？对。对，我大概也是跟邵伟一样，然后除了刚刚邵伟讲到的 program overview，还有跟面试官谈，就有时候面试官有时候是 chief resident， 就有可能是住院医师来跟你谈，因为他们想知道你是不是有机会是他们未来的工作伙伴。那另外，还有就是 resident greet and meet。那这个部分，它其实不一定算在正式面试里面，有一些 program 会跟你说它是不列入评分的。但我没有听学长姐分享，就是他们其实还是都会收到一个问卷，请他们去评论说，这个 resident 要进来，他是不是一个怪人，然后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面试可以好好把握的。那你自己在 resident greet and meet， 你觉得，大概要怎么样表现才比较好？我的 mindset 对，就是一律当做是它就是interview 的一环这样。然后所以像我给我自己的个人期许，基本上就是因为像我是属于那种偏内向，然后就是不爱讲话的人这样。然后所以我基本上我就会强迫自己，就是一定要问一个问题这样子，然后就是整个从头到尾都要面带笑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有一个 caveat 是说，就是
不要问那种就是很奇怪的问题这样，然后就或者是让别人觉得为了问而问的问题这样。然后我有听过建议是说，不要一直问很多问题，就是如果你要问很多问题，你要等每一个人都问过，就不要让别人觉得你是很自私，然后不考虑其他 applicant 的人。好，OK，那像是面试过程，你比较常遇到的，像是面试官是问 standard questions，还是比较多像是闲聊？就我个人经验的话，因为我总共拿到17家的 interview，然后里面其中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3个就是纯闲聊，这样就是完全没有一个topic，然后所以除了这3个以外，基本上我都还是可以 feel 出来，就是他们就是在问一些 standard question 这样，然后或是针对自己的personal statement 去做询问，这样子的比例其实也跟你个人就有关，这样。然后就是因为像我个人就是一个比较无聊啊，或者是就比较不会闲聊的人，这样，所以可能他们就觉得，哎，我聊不太起来嘛，然后所以就只好问那一些 question 这样子。然后再来第二个层面，我觉得是说 interview 是双向的嘛，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回应，他可能会导向整个interview 的形式可能就会不一样这样子。其实我看网络上啊，还有其实学长姐说的，就是最完美的面试就应该要像是在闲聊一样，就是跟自己最好的朋友谈话啊，然后但又不是单纯的闲聊，是在这个谈话的过程中，就是展现的 best of yourself 这样，然后就是凸显自己的特质啊，或者是 strength 这样。然后我猜雅涵应该比较多闲聊的吧？对，因为我们 style 就截然不一样，不知道你的情况是？我自己遇到的 program 也是比较多是问 standard question，就是你可以感觉出来他们有这5题一定要问，可是问完之后可能他就会不知道问什么，所以他就可以开始跟你闲聊，或是给你很多的时间问问题。然后闲聊部分其实也有分，他是想要从闲聊过程中更了解你，那他可能就会就比如说看你的 CV， 然后就说，哎，你有去这个 USCE， 你觉得怎么样？那这也是一种闲聊方式。然后我有问过真的非常闲聊，就是他只想跟你聊电视戏剧，然后跟你聊你的宠物或是 hobby 的那种。就是有些人是面试官很厌世，然后他们也觉得他们不想来面试，所以他们就只想要闲聊，也有这种。所以就是像邵伟说的，就我觉得把 standard question 准备好，然后闲聊部分可能就是很多要靠临场发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面试问题，还有准备策略跟技巧。那你觉得你比较常被面试官问到的问题是哪几类？我觉得主要的，我个人经验就是第一个就是 Why our program 嘛，然后还有 What do you see yourself in 10 years 这样，然后 What is your strength like why I should pick you 对之类这方面，其实我觉得前面2个就是 Why this program，然后还有 What do you see yourself in 10 years 这2个我印象中几乎是我每一家interview 都有被问到这样，然后再来再常见一点的大概就是你的 strength 这方面这样，然后还有自介也有被问到，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单纯就是 tell me about yourself 就是这样子问的，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少这样，但也是算很常见的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会有一些behavioral question 这样，也是几乎每一个 interviewer 都有问到跟 behavioral question 有关的题目这样，对。解释一下什么叫 behavioral questions，就是他可能会问你一个你过往发生的情境，你的经验，或者是他给你一个情境，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怎么处理，或者是你有没有曾经过去有犯个错，或是你在过去有没有团队合作的经验，类似像这样的问题。那除了刚刚邵伟分享的这些，也就真的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然后像是 Why our program， 它会有很多变形题，就是像是 How do you know about our program， 或是 Have you ever been here to New York， 然后或者是 Do you know anyone here in New York， 就是
他想要了解你跟这个地方的 tie 到底有多强，然后你之后有多多 likely 会 rank 他们 program high， 就是这个应该是他们面试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所以你在这个问题上，你就要表现得很像你之后超级有可能会去。然后再来就是like what do you want to do in 10 years， 他们可能也会细化到说你想不想做 fellowship， 然后在 residency 过程中会不会做 research， 因为他想知道你跟他们 program 是不是一个 good match。你会常被问到你的 CV 上面的问题吗？其实，yeah，老实说，based on my experience，我觉得还好，可能不到一半的人就有问我 CV 相关的问题，这样子。我觉得 program 有一些就是说，哦，我已经看过你 CV 了，我已经大概知道了。对对对，然后有一些问你 CV，只是想要 verify 看这个到底是不是你的经验。嗯哼，然后像我的 CV 上面最常被问到的是，因为我自己有在经营一个 podcast，然后他们可能觉得有趣就会问，或者是USCE 也问的比较多。那其他比较细，像我过去的职工经验或者是什么 leadership 的经验，好像被问到的没有很多。那我个人经验的话，第一个问题是，就是除了你 CV 上写的东西以外，你还有什么东西想要跟我说的？对，这是第一题。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觉得做麻婆豆腐要做好的关键是什么？这样，所以我非常的就是surprise。然后我第二个被问到就是我有2篇我 publish 的 paper 就被问，然后他就直接他就直接很 general 问我说，哎，这个 paper 大概是在讲了些什么这样，然后问的理由主要是因为这两个 paper 刚好跟他的 field 是吻合，就是刚好是他在做的东西，所以就稍微跟他谈这样。我的 hobby 出乎意料的非常容易被问到，而且有时候会问的有点无厘头，或是有点细。像我是有 hobby 有写到我喜欢 aromatherapy 芳香疗法，然后有一个人就说：“那你有做过芳香蜡烛吗？你会做吗？”就是会有很多 random 的问题。下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推荐什么准备面试的资源？我自己资源的话，当然就是那个我们台湾人有自己的社团这样，然后所以其实社团上就会有一些学长姐成功的经验这样，所以我算是蛮认真的在爬文吧，就是把学长姐经验都一一看过去这样，然后再来的部分 general 的资源的话，就是我主要是看那个 YT 嘛，像是The Match Guy 或是 Manic Madan。然后我觉得这两个都有一些别人的 mock interview 的一些 recording，然后对，然后还有一些讲解这样。The Match Guy 对，就是他们有创一个网页嘛，然后有200多题的 interview question，上面各种问题都有啦，这样。然后但是就我个人经验的话，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的 program 都还是问一些很high yield 的 question，这样，像比如说，像我就没有被问到说什么，哎，你如果中了1亿你会想做什么？或者是你如果想要跟一个树说话，你会想说什么？这样，这些题目在 The Match Guide 都有这样，然后但我看新的文就有一些学长姐就有被问到，所以就是看自己的时间规划。你后来有认真准备，就是有确定答案要怎么讲的？你有算过大概多少题吗？我自己觉得好像准备30到50题左右，你就已经可以灵活运用到大部分被问到的问题。对，但是第一个这个其实就要攸关于整个准备的 strategy 不一样。那我先 overall 讲一下，就是通常大家建议的准备interview 的 strategy 大概是简单来说，就是当然是第一个是要整理你的素材，整理你的故事，然后就比如说想自己 比如说3大的 selling point，然后这3大是 selling point，就想一些故事可以去佐证这样，然后就是这个是一种分类，然后就你也可以分类一些 trait like leadership teamwork like
empathy 啊，或者是 perseverance 啊，这些 trait，你每个故事，就是你可以针对这些 trait 会想一些故事，所以当你被问到一些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不外乎就是想要去 test，或者说去 evaluate 说你有没有这一些特质嘛，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些，因为你故事已经想好，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故事pivot 成可以直接回答这个 interview question 的一个方式，这样。然后准备故事的这个同时，你要怎么准备故事？通常别人会建议，大部分人都是建议用bullet point 的的方式这样，然后所以你就可以用一个很少，就是 kind of 少的素材是去 generalize to 回答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这样，这大概是最常见的 strategy 这样。然后，但是我个人的 strategy 就是，我是打逐字稿型的这样。然后只要我有时间，我就会把每一个问题的答案我都是打一个逐字稿下来这样。就算我用的是同样的故事，但因为同样的故事用到不同的题目，会需要做一些pivot right，所以我连这个我都会打逐字稿这样，所以我 overall 准备下来就是老实说啦，我有300多页 PDF，基本上尽量把我那一些答案都记下来，然后再 practice 成一种尽量表现的很自然的一个方式，这样对。就我不能说这个是一个最有效率的方式，但因为就是第一个，我对自己的英文比较没有信心，然后对，所以我很怕然后再加上我讲话比较慢，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够在短时间不要让人家 lost 掉。然后我们准备策略应该是蛮不一样的，因为我是那种背稿背不起来的人，所以我就是 bullet point。夏伟，像你有写稿，你觉得在面试的过程中是有机会看稿的吗？我觉得基本上看稿念会有一些缺点，我觉得后来就发现应该是没有办法看稿哦。我觉得可以看稿的有2个状况，第一个状况是自我介绍，我觉得稍微是 doable 的，因为反正就是通常会问自我介绍就是第一题，不然就是不会问。然后因为通常可能你在答第一题的时候会比较紧张，所以我觉得第一题，然后就是你把你的小抄刚好放在镜头下面看，然后所以你其实就可以看着镜头，然后就是去讲稿，这个我觉得是 doable。当然就是你也要做一些 practice 啊，因为你如果没有做好的话，然后什么包括眼镜的反光啊怎样的，其实都很容易可能会被人家看到，还有包括就是说你表现的可能不太自然，也都很容易被抓包。但是我觉得透过 practice 是 doable 的。好，第二个就是你准备要问 program 的问题，因为它就是最后一题，通常，然后你可能也会忘嘛，这样。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2个，然后这中间整个 interview 会怎么导向，就没有人知道。所以你如果 like 像我准备了300多页的 PDF，那我就没有办法划完嘛。我自己主要也都是 bullet point，然后我会在面试之前就会自己默背，就是讲到这个人格特质或者是某一个 situational question 的时候，我就要先讲，就我会有起承转合，然后就记那个 bullet point，然后在面试的时候我就可以比较自然的表达，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要我背稿的话，我可能忘词的时候我会有点尴尬。那像你写稿的时候，你会刻意怎么写来让你的，因为你是背逐字稿，那你要怎么刻意的让你的稿比较不像是你在念稿的感觉，比较像讲话的感觉？对，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question，这样。然后我自己的策略就是我会请那个 Chat GPT 帮我修我的讲稿interview for 什么内科住院医师训练这样，然后下面是我的答案这样，然后就是请帮我修改成一个讲稿，然后要表现的非常的自然口语，然后呢，我也会请他说
就是通常回答一个问题的答案，大部分人会建议回答1到1.5分钟，对。嗯然后但是因为嗯我的语速偏慢，所以我给自己的是1.5到2分钟，所以我会再跟 ChatGPT 说，请帮我修改成这个讲稿大概是几个字。然后当然这个讲稿变成很自然之后，你还要去把自己练习的非常自然，就是像加一些 like。you know，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表情啊，你的动作啊，什么都是尽量练习到自然一点这样。然后，但是其实老实说，我虽然我那么努力练，但是至少我练出来的就还是有一些 limitation，这样就是我的回答有一点 robotic，然后就是很嗯像是 scripted 的 answer 这样。然后，但是我后来我就 kind of 接受，这就是我的缺点。这样打稿可以让我讲话比较能在短时间内啊传达重点。因为我现在在那个Harvard 嘛，所以我也有跟 Harvard 的career coach 去做那个interview 的训练这样。然后他说这个问题稍微 minor，因为我们就是 IMG，所以其实就母语人而言，我们讲英文本来就是已经跟别人不一样了。你这样表达，反正就是听得懂啊，然后表达的清楚就好。你刚刚有说到你会用 ChatGPT 帮忙准备，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大概都怎么用 ChatGPT 来帮忙？第一个面向就是我会请他帮忙修我的讲稿，然后第二嗯个就是其实这也是以雅涵教我的，就是我会请他，我会为我的 CV 跟 personal statement 就给他这样，然后要他以 as an interviewer 的一个视角，他可能会问一些什么问题这样。我自己觉得还有一个还不错的嗯方法，就是你可以载一个 ChatGPT 的手机 App，然后它有那个语音功能，所以你可以跟它，Yeah，对话。就是如果你找不到嗯。本人陪你练面试的话，你可以用这种就是直接讲出来的方法。过程中就除了 ChatGPT 以外，你有没有找谁模拟面试？第一个就是我主要就是找今年也有申请同伴，像是雅涵啊，还有 USC 碰到的朋友啊，然后就是因为我嗯现在在哈佛念硕士嘛，所以我还会跟在哈佛同时要申请的 IMG 就是一起做练习，然后再来就是台湾的 community 这个社团的学长姐，然后还有包括现在还是住院医师，还有就是已经当主事的学长姐，就是他们的观点可能就有的时候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嗯就是收获还蛮多的。然后除此之外，就我还有参加那个CMG ANCP 对办的模拟面试这样，然后嗯我也就是狂约了就很多次 Harvard 的 Career Coach，我自己觉得应该起码跟别人练了应该超过30次，应该有这样，所嗯以对在这边也要就是对就很感谢这些帮我练习的朋友啊，然后还有特别是学长姐，就是忙里抽空来帮我这样。然后还有就是找人练习的时候，我印象中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其实在模拟面试的时候找同一个人，其实第一次效果其实是最大的，然后收获也是最多，然后也是最有临场感的这样，然后之后效果会越来越递减。所以如果要约同一个人，然后要约第二次，像我和雅涵就约了就很多次嘛，就是建议就是比如说要有一个主题，就比如说，哎，我在面试比较偏 academic 的 program 前呢，就会请比较有做研究经验的学长姐啦，就是专门训练跟做研究相关的问题嗯。这样。然后像是比如说我想专门练，比如说自我介绍啊，或是 why this program，对，然后就把它练到好这样。对，除了刚刚邵伟提到的那些，就是可以找学长姐以外，Trust 版上也会在大概10月底的时候举办模拟面试。然后它举办的时间通常是你已经参加完几个，比如说你在10月中已经参加完少数几个练手的面试之后，你会有一些心得，然后在模拟面试之后，就有点像是大补帖，然后就有很多学长姐给你很多很棒的建议。然后我自己的话，我还有每周上大概2个小时的线上英文家教课，然后就请英文家教陪我练习面试。然后面试准备的频率，我自己觉得我们模拟面试的频率其实蛮高的，就是跟各个学长姐还有其他朋友约1周，应该至少练3、4次有。你觉得？频率高的话可嗯，以到3、4次，对，嗯。
那你有用过那种付费模拟面试吗？我自己是没有啦，对。那时候我有朋友有推荐有一些像是什么 Alex 孙还是什么，有一些模拟面试是要付费，可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觉得有点贵，所以我们两个都没有找付费模拟面试。嗯哼。OK，那下一题是在准备不同 program 的时候，你会怎么客制化的准备，然后让那个 program 觉得你跟他是一个 good fit？我第一个跑到我头脑里面的是，比如说，好回答 Why this program 的时候，就是我的公式通常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就是有认识的人在那一边的话，就我会直接先提，然后说哦，就我认识谁谁谁，然后他说你们的 program 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这正是我理想的 program 想要的样子。然后这里当然就可以填非常多东西啊，就是把你问到的啊，跟在官网看到这个 program 的特色都讲这样，然后再来我会再扣到说career wise，就是如果 like 他们的 fellowship 就表现的非常的好啊，那我可能就说哦，每年毕业的住院医师都可以申请到某某 fellowship，然后而且人还蛮多的，所以我相信在这里呢，一定可以帮助我朝着我的 career goal 走这样。然后就是再来是，如果是我面到很 academic 的 program，像是 Cleveland Clinic 啊，那我就有查他们的 faculty，那我就会说哦，就我发现说，哎，谁谁谁啊，跟我的研究主题很像，然后我也很有兴趣，然后他又非常的 outstanding 这样，所以我真的很想要有机会能够跟他 work 这样。然后所以最后如果就是我讲的就还有时间的话，就我稍微会提一下哦，那里的地理位置、地理环境无论是生活环境啊，还有那里有我的朋友啊，所以对于 relocate 这件事情呢，就我也非常的 excited，这样，反正就是尽量讲的很 unique，like 这个 program 有这一个人，其他 program 没有嘛，所以这个是很特别。再来是他们 fellowship 就很好，那我刚好想要走这个 fellowship，所以跟我是很 aligned 的。然后再来就是里面还有一个 PI，是我真的很想跟他 work，所以我在猜别人听到之后会觉得我真的是很想去啊。然后再来至于在准备的 stage 的话，对于比较 academic 的 program 啊，所以我就会调整我整个 interview 的回答啊，或是故事啦，就是稍微讲的 academic，然后多讲一点做研究之类相关的。然后如果对于比较 community 的 program 的话，我通常都会比较不会谈做研究，就我会更强调 clinical work 啊，然后我会想要 serve community 这样。就是我听完邵伟的面试答案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哦，你就是一定会选我们 program 那种感觉。就你连这个嗯。里面有谁谁谁在做什么研究，你都那么确定，就感觉你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 program 可以给你什么。然后像我就是没有在做什么研究，然后我也没有想要走 competitive fellowship，所以我的策略是我的 CV 上面有蛮多志工经验的，所以我可能会去套说，就是他们 program 有什么 community outreach，或是我喜欢医学教育，然后我就会说他们有什么 medical education 的 program，或者是他们有哪些 educational resources，我觉得很好，就是在这个回答里面，感觉真的是要讲一些这个 program 有，然后其他 program 没有的东西。OK，那我们就来简单的讲一下几个常见的问题，就是你的答案，还有就是准备这个问题的策略。第一个是自我介绍，就你觉得自我介绍大概多长？然后你会不会准备好几种不同的版本？OK，好，其实我觉得自我介绍这一题非常的难讲，然后因为我当初也非常的 struggle 啊，like 就我问每一个学长姐啊，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跟建议，然后就有人会说，哦，要想好自己最想 sell 的就2大 strength，然后就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包装出来，然后有人说要 keep it short，然后或者是 like 像是跟朋友自我介绍那样。然后有人会说，哎，这是 professional interview，所以应该要 highlight 一些自己的 professional 的 accomplishment。那有人又会说，哎，其实你这些 CV 上都有啦，所以重点是讲 outside of paper who you are，right？所以当然就是可以朝一个版本是可以做到这些面向去准备，但我自己是觉得要在短时间来
1分钟、1分半、30秒，然后来去满足所有人，就我刚刚讲的那一些胃口会有点困难这样。所以后来就是 based on 我自己的 experience 呢，我发现其实大部分人都算有读过我的 CV，所以我后来就是着重在凸显 outside of paper who I am 的这个 mindset 去做准备这样。然后我准备其实我只有一个版本，然后是90秒，然后我的 structure 大概是首先就是先 one liner 去 outline 说就我是谁，就我来自哪里，然后我现在在干嘛，然后再来我讲的是我为什么对医学有兴趣，再来我讲的是我为什么要来美国，然后再来就是我讲一个我生命一个蛮独特又重要，然后又影响我很大的一个小故事，然后最后如果时间还够，他没有觉得不耐烦的话，我会再讲一个我蛮独特的兴趣这样。然后所以其实我这个版本也没有很用力的去提到一些亮眼的 CV 啊，或是做的很酷的事情去推销自己的优点这样。我觉得我为什么会安排这样的 structure，主要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一些东西都算是还蛮有记忆点的这样子，所以也不一定要 follow 我这个 structure。像刚刚少伟提到的记忆点，就是其实我那时候也是超 confused，就我们的自我介绍都是改了无限多个版本，然后后面就是我们会找别人练习，然后问他说，就我这个自我介绍，你觉得你记住了什么？就有时候你塞很多东西的时候，对方不一定有印象，所以你就是后来发现哦，大家都对这几个东西比较有印象的时候，你就可以 keep 那几个，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方法。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自我介绍要讲的是 something you feel comfortable talking about，因为有些人就像我说的，他是闲聊式的面试，他可能没有想好，他可能就会从你的自我介绍去延伸他后面想要问的问题。所以你在自我介绍里面提到的个人经验或者是 hobby， 你都要有那个 confidence， 就是他如果问的话，你可以接下去延伸很多的内容。再来是你的优缺点这种问题，你觉得怎么回答会比较好？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优点嘛，我后来是选择就准备一个优点，这个优点把它讲好，然后这个优点是对于当医生是一个很被 value 的，然后当然就是配上一个会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去做佐证这样，然后所以我最后我印象中就是我最后是如果我想讲一个的话，那我就讲我的 leadership 跟 teamwork，如果要两个的话，就我会再加上就是我的时间管理这样子。那缺点的话，其实我觉得要小心这个问题。我记得我被问了2、3次，没有那么常见。第一个要讲一个缺点，然后不太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啊，或是跟人互动。然后你正在 work on it，然后具体怎么 work on it 这样，然后它具体怎么样子的去进步。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它包装成一个有起承转合的东西。所以如果真的想不到适合的，其实我觉得有一个 mindset 也蛮重要，就是最下限就是讲一个不要被扣分就好，就不要想说你每一个 interview 的题目你都要表现的超好，你的每一个答案都要被人家记住。其实不用，别人会记住你的大概就是1、2点，你其他就 play safe，其实也都还可以。像刚刚少伟说的，就是这题你就是小心不要让自己被扣分，像是有一些是人格特质上的致命伤，比如说你就说哦我是很急躁的人，或者是我是一个没耐心的人，通常这种缺点就是到现在都还是缺点，这种就不太好，所以最好讲的是一个过去发生然后可以改正的缺点，比如说像我就说我如果在大家面前讲话我就会很紧张，我做了哪些努力，然后这些努力让我现在在 group discussion 的时候可以比较 comfortable， 类似像这样可以改变，然后这个问题我觉得诀窍其实是 focus 在你做了什么，然后你的 progress 是什么，不是你的缺点是什么。同意，对。像是也很常问到的问题是你遇过最大的挑战，或者是一个 challenging case， 然后像这种问题你觉得要怎么回答？我觉得真的是看个人，这样就是我自己没有很 specific 的建议，真的就是 based on 自己的 experience，然后再来是 challenging case。我记得我的 challenging case 我有分几个层面，一个是medically challenging，然后后来另外一种 challenging case 也是我比较常
site 的一个故事是，我有遇到一个病人，然后简单来说，他是24小时 on IV 这样，后来就晚上他真的非常想洗澡这样，然后所以他就跟护理师就起冲突这样，然后我就 get back to the team 啊，然后就是想一些除了24小时 on IV 的这个方式之外，就是我上网又查到另外一种 treatment 也一样是很有效，然后但是它不用24小时 on IV 这样，然后所以我就提了这个方案，然后后来整个 team 就同意，然后后来就有个 happy ending，然后当然我会再强调一些跟安抚病人啊怎样，然后最后这个病人也有跟护理师去做道歉。对，我那时候要想 challenging case 的时候，我记得我也是蛮苦恼的。然后后来我有去问学长姐，他们跟我说，其实问这一题不是说你要拿出一个多厉害或是多跟别人不一样的 case，其实重点是你在这个 case 里面的角色是什么。所以比如说它不一定是一个很难的鉴别诊断，可以是像邵伟一样，就是你去帮助处理一个就是 socially challenging 的问题，然后你如何帮助整个 team，然后有一个好的结果。然后就是像刚刚 challenging case，其实像这种问题要你去讲一个故事，我们很常会用到一个东西叫做 STAR method。然后 STAR method 的话，我简单介绍一下是什么，就是 S 就是 situation，然后 T 就是 task，A 是 action，R 是 result。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你要描述一下这个故事当时的情境是什么，然后你们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有什么挑战，然后你具体做了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然后最后面就是结果是什么，还有你学到什么。那针对所有的 situational questions， 或者是任何你需要去举一个例子或者讲自己故事，你其实都可以套用这个 STAR method 来帮助你，就是有整个故事的架构。说到关于讲故事，然后就比如说你的故事有提到病人啊，学长姐建议我就是凡是有讲到病人的，你都一定要讲这个病人最后怎么样康复呢？还是怎样，因为 kind of 你很在意病人最后发生什么事。然后故事的素材要怎么想，就是可以在模拟面试的时候跟朋友互相聊天的时候，就是大家可以互相让对方的原本的故事变得更有料，就是可能他原本只是一个平凡无奇的故事，然后就因为他就可能 A 说这个故事有点 boring， 要不要加什么，然后你的故事就会越来越好。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故事好讲的话，其实，在模拟面试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有一些人讲的故事也是那种万用都可以套的，那你也可以去看别人的故事是什么，你之后也可以拿来用。然后接下来是你通常会准备什么问题来问 program， 然后你会怎么设计这些问题？我是问我真的有的问题啦，我自己那个罐头问题大概就 T 群，所以我的起手式大概说，就我知道说你的 program 跟哪个 medical school 有合作，我们在 floor 或者是在医院的场合有多少频率有机会可以 teach medical student 这样一个罐头问题是说，请问在你们的 program 有机会可以做 procedure 嘛，像是 central line 啊或者什么这样，因为我也很好学，就是我很想在住院室这3年期间 procedure 的 skill 变好，这样就是其实我觉得问问题的过程中，你也要凸显2件事，一件事是你对他们 program 有了解，所以你可以举出他们 program 具体的什么内容。第二件事情是你要顺便凸显一下自己某方面是很好学的，比如说很想 teaching， 或是很想学 procedure， 或者是他们比如说他们有一些什么 simulation 就模拟的一些课程，就只有他们 program 有，那你又可以提出来说，我觉得这个超酷的，我很想透过学习，或者是他们有现在很多 program 都有 POCUS， 他们其实也被问到说有没有在 bedside 有没有办法用这个 POCUS 去训练临床技能，他也会觉得还不错。关于这个问题，我还要想到说，为了要表现出就是你很 passionate about like patient care 啊，是 serving the community，我好像有问过说，就是我很 passionate
about like giving back to the community. 那 is there any like volunteer 或是 outreach 的opportunities 让我可以去施展这个我的 passion 这样，这个是一个。还有关于 interviewer，我会稍微做一些小小的调查，大概知道他是 AMG 是 IMG，他在哪里 train，大概他的 career path 是怎么样这样。如果我发现说他是 train here，就是 train 就是这个 program 是在这里 train，他又留下来成为 faculty，或者是说他已经在这里做很久了，所以我通常会问他说 like what made you stay here like for so long， 对，就让他也有发展，让他可以有讲话的空间，也确实是一个非常 fair 的 question 知道这样，对。像通常你在正式面试之前一周，你就会收到 program 寄给你的 itinerary，里面会有你的面试官，所以你就可以先去他的 official website 去了解一下他的背景。但我有听过，这我也不是很确定，我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有一些 program 的 interviewer 会有点介意每个人一直问他的某个 research， 他可能也觉得他不是特别的 proud of 他的那个 research， 可他如果一直被问话，他会觉得有点烦，所以我有被建议说，如果你不是真的特别对那一个篇 research 特别感兴趣，不要故意假装你很有兴趣去问。另外一个我有被建议不要问的问题是问 PD 说，接下来的5年内你们 program 会 expect 什么样的 change？ 因为他说他们很常被问到有点烦这样。关于问问题这件事情，反正我有面到某一家 program，简单来说，我就听说他 PD 如果说你问的问题他在 orientation 有讲过，或者是别人已经在 like common 的 Zoom meeting room 就已经问过，他回答过。你如果再问相关或是很相似的问题，他可能会说这个我已经回答过，请换下一题这样。所以我面对这个 interviewer，我其实还蛮小心的这样。我后来我就真的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跟他说我没有问题了，因为你在 orientation 的时候已经讲得非常的 clear，再加上我其实有什么学长姐就在那里讲，就我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有跟他谈很多话了，这样，所以我现在头脑里面的问题已经都被解决，这样，我觉得。至少就我的感受 ，interviewer 听到我们真的没有问题之后，他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没有问题，就大方说就没有问题。我通常是就是会，如果我想不到问题，我就会问 ChatGPT 说，我明天要参加一个 medical resident 的 interview， 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让我问 interviewer？ 他就会产一个，比如说50题，你就可以从里面选择看起来不要那么古怪，或是已经被 cover 过的问题来问。然后有些 program 他真的问完 standard question，他可能还剩10几分钟，他就会说来这些时间你有充足的时间可以问问题。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你事先可以准备好很多问题，甚至是他回答完之后，你还可以延伸那个问题跟他聊一下，那有时候就会蛮不错。像我有一个 program， 其实我在回答 standard question 的时候，那个面试官都没有什么共鸣。到最后面，我聊到我对老人科很感兴趣的时候，他就说：“哦，我们这边老人科怎么样？”就开始跟他聊起来。最后他就嗨起来，说：“我很希望你可以来我们 program。”所以有时候你没有办法预期后面的那种随机的聊天有没有机会，就会是让你产生记忆点的部分。OK，真好。那我们有讲到这种比较 chill 或是即兴的 small talk，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standard question， 就你有没有准备一些比较轻松或是 small talk 的话题，可以帮助你在面试的时候看起来比较像是一个 nice person？ 轻松或者 small talk 的话题吗？有，like how's the weather today？我也有一个答案，我也有稍微想到怎么回答，like 你上个周末做了什么？我也有想，我各种比较轻松的生活，我其实也有准备一些答案，所以他像我有被人家问到说，像你现在在 Boston，你平常会做一些什么事情？for fun，其实这一些对我来说也都是 kind of standard question，因为这个是一个问题是我可以准备的，所以我确实也有针对这些比较轻松的议题去 craft 一个答案出来。对，像是一开始我
刚开始面试的时候，我也不是很适应那种闲聊的状态。How are you？ 我也的确就是 great 之类的。后面就有学姐有跟我们分享说，其实这个部分是你可以好好把握的，因为他就是面试官对你的第一印象。然后就有教我们说，你可以在这里说，我其实很紧张，我也很兴奋，因为我已经 I ha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interview for like a month。他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既然这么看重这个面试，很感兴趣。后面面试完结束收尾的时候，你也可以讲说什么 looking forward to knowing more about your program 之类的，就让他觉得你整个面试从头到尾都是对这个 program 很感兴趣的。那像比较随性的那种聊天，你会怎么呈现你的 personality？ 老实说，我自己没有办法那么分心，在闲聊的时候，我还要想我应该要呈现怎样。所以对于我这种比较不会闲聊的，我觉得我其实没有想很多，他要闲聊，我就真的闲聊。我 kind of trust myself， 就是 I'm not a weird guy， 所以我如果be myself 闲聊，应该也不会太 weird。其实我觉得你要调动你的能量，你要假装自己蛮兴奋的。你要时刻保持笑容，尽量让自己是维持在一个放松、开心的状态。我之前有模拟面试的时候，有跟一个主治医师，他帮我模拟面试，他就会问我问题说：“哎，你以后你想要的同事是什么样？”我就说我想要的同事是那种会帮助我一起成长，我们可以互相 cover 彼此。他问我的每一个问题，我都回答得很 professional。结束的时候，他就说：“就 Christine， 我可以看到你身为一个医生，但我看不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看不到你会变成什么样的同事，就没办法想象你未来跟我们一起工作的样子。”我就是从这个 mock interview 里面学到，很多时候你也要表现出自己会是一个好同事，也会有喜欢做的事、好玩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在那种比较 chill 聊天的那种 interview 里面，你可以去凸显的。比如说我那时候，我是真的规划要跟我一个朋友去喜马拉雅山爬山，虽然他还没去，但我那时候就很认真，每天都去跑5公里，就是为 training。我在每个 interview 里面 hobby 的时候，我都有讲这件事。这个其实是很有记忆点，他们也会觉得蛮酷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去想一下，就你身上有没有一些蛮有趣的东西是可以留下记忆点，是有点可以 break ice 的。针对面试器材，你有没有推荐什么器材或是 setup？ 加外接镜头，因为我是为了让那个镜头对嘛，就我看网络上建议是到 eye level，就是像雅涵现在这样，像他就是在我下面，所以我会觉得很像俯视这样。什么心理学就会说这样子可能会对人家的感觉比较不好，这样，所以我为了达到这个，所以我买双萤幕是我本来就有，所以我就把外接镜头接在外接荧幕上，这样。除此之外，灯光我觉得我本来有尝试想要打灯，但是我后来决定我 interview 的时候要戴眼镜。比如说，就网络上会建议说会有这样子的灯嘛，圆圆的那个灯。我发现说我没有调到一个很好的角度，可以反射到我，就可以避免反射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戴眼镜有一点偏麻烦的问题这样，所以我后来买外接镜头其实有了好处，因为它其实可以内建调整光线，所以可能你所在的空间它光线没有到很亮，但是你的外接镜头可以直接把它调亮。我印象中我也是在 Amazon 就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这样，对，所以这个是我用麦克风。我后来我是戴耳机。但是就不是那一种全罩式的，对，因为我之前也有戴这种全罩式的跟人家练，比别人说就很像 gamer，就没有很专业，所以我后来是戴一个小小的一个机这样，按它有附麦这样，收音效果也蛮好的，所以你有买 microphone 吗？ microphone 我后来是没有买这样，因为反正我直接用它耳机附带的 mic， 收音效果就还可以。我那时候也是外接荧幕 webcam，就是像邵伟说的，要由上往下拍到你，这样比较好。再来是麦克风，我是原本就有一个外接的麦克风，所以我有尝试过直接用电脑收音，还有用麦克风收音。我朋友都说用麦克风的收音的音质比较好，所以蛮多人是推荐你可以买一个麦克风，让你的收音好一点。
背景，你的面试的时候的背景是什么样子啊？好，因为基于我现在自己外面住 Boston，所以我也没办法，反正学生的钱都没有很多，这样，所以我也没有 bandwidth 去布置我的背景，所以好，bottom line，我最后我选择也是全白的背景。对，我最后我是有一个书法作品贴在后面，通常你就是贴在后面的话，通常是比如说你希望被问到，那可能是你的兴趣，你想要跟那个人聊起来，那你就可以放在后面。但我后来也有几个面试，我是用白墙，我觉得他们其实完全不 care 你用白墙。但我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在背景放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自己小狗的照片、拼图什么。如果那个 interviewer 刚好有共同的兴趣的话，他们就会很容易聊起来。所以这个，因为我们两个都算是没有很常被问到背景，但如果你有兴趣，其实可以就规划一下你后面想要怎么布置。OK，那我们来讲一下时间安排跟策略。就你大概是什么时候收到面试？那我们是9月底会把我们的 application submit 出去。什么时候收到第一个面试？大概什么时候高峰？最后一个面试是什么时候？回推算，我印象中我第一家大概可能十月中我就收，这样。我 peak 比较有印象的是，我记得好像是十月中、10月底、11月初，差不多就已经 peak 了。这样，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比学长姐跟我讲的 peak 还要再早。对，所以我觉得 based on my experience，interview 发的越来越早，我在猜可能跟 Signal 的策略是有关系。我差不多也是10月中开始收，10月底、11月初是就 peak 就没了。最后一个收到面试是很扯，是1月底，就可能1月27还28的时候，我就收到一个 program 说你要不要明天来面试。这个应该是少数，但大部分的人我听到应该都11月就没有收到面试了。那整个面试期你是怎么安排？你把面试排在几月？你会 rank high 跟 low 的 program 是怎么去放它的顺序？是，通常当然最前面放的会是我比较稍微没那么有兴趣，可能会 rank 没有那么 high 的，我会把它到排前面这样。我最喜欢的 program，我想一下，我后来还是很孬，我就把我最喜欢的我都把它填到很后面这样，所以我的 rank list 第一名跟第二名都是在12月底，是圣诞节以前跟圣诞节以后这样，我尽量把它往后排这样，其他的就往前排这样。当然就有的时候会没有控制，比如说自己 rank 可能比较没有那么 high 的，但是他比较晚拿到 interview，所以你当然就只能 schedule 比较晚的这样。所以我的大原则是这样，但是我后来有一点小后悔的是，因为像我现在在 Harvard，他们有 winter break，反正我圣诞节就放假去玩这样。再加上我前面已经面了，就有一些 program，所以我其实已经疲乏了。再加上我也已经玩，也没有 pro 会在圣诞节发 interview 这样，所以我觉得过了圣诞节之后，其实自己的斗志会下滑非常多。不能说非常多，就是下滑还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圣诞节过后的 interview 的表现已经 not my best，所以如果回过头来可以重来，我觉得自己喜欢的 program 不要放在圣诞节前，可能11月底、12月初、12月中这样子，不然也会累啦。但是也要背上你自己估计你会拿到几家啊。对，像我是比较幸运，我是拿到比较多家，所以我确实会面到最后比较觉得有一点太人的这样。对。你觉得一周大概可以排几个面试？我觉得一周上限是3，但其实3也是很累的，因为你看，除非是1、3、5，不然你可能会连续2天都有 interview，所以你才刚想好 thank you letter 要写什么，你马上就要准备要怎么包装下一家，所以我觉得会蛮累的，所以事不过3，不要超过3，对，3是 max。那你觉得 thank you letter 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寄出去？你里面大概会是什么内容？我觉得我 thank you letter 我都写的很及时，我当天我就马上寄。我是寄给我的所有的 interviewer 跟 PD 跟内容是怎么写。如果是跟interviewer，我就会稍微 highlight 一下我们 interview 讲的
内容，让他知道我是谁这样，再重新讲一下我对这个 program 真的很有兴趣，这样 we truly have a very wonderful conversation 之类的这些东西，这样对。要不要写 thank you letter 这件事情？有些 program 他会特地跟你说，公平起见，我们就是不收。那这种你就不要记。其他如果说可记可不记的，通常都还是记比较好。所以你在面试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快速的记一下，说这个面试官问了哪些问题，你讲了什么东西，这样你就等到整个面试结束之后，你当天就可以马上写 thank you letter。你那时候我们都会守着我们的 email， 然后收到面试之后，我们就会去 schedule interview。那通常是你收到之后，你会马上去 schedule 吗？会，我通常都是我一收到我就尽量去抢 slot 的，因为确实会有遇到我稍微比较晚，那就是我想要的几个 slot 就被抢走这样。对，我也是建议，就一收到面试，你就要赶快冲进去抢 slot。如果你没有选到合适的话，你可以把自己放在 wait list， 或者你时不时就上去刷，看有没有人刚好退掉，你就可以换去一个你更喜欢的时间。再来是，如果前面一直都没有收到面试，就你会不会建议寄 letter of interest？你觉得你有靠 letter of interest 帮你拿到面试吗？我先讲我觉得的 mindset 是怎样。如果这个 program 在 website，或是你没有听其他人说，你没有在网上看到人家说不要记 LOI，那我觉得记 do no harm 嘛，最差的状况下被 ghost 这样。所以重点就是说，你有多少时间可以记 LOI 嘛？如果我今天有很多时间记 LOI 好，我会选择全记，我会选择每一个都 tailor 这样，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对好，反正最后到我身上，我最后好像只记了50几家这样，我记 LOI 我真的很想去的这样，再加上因为 Reddit 会有类似会有人分享说他收到就哪一家的 interview，这样我如果发现这一家 program 开始在发 IMG。这家 program 我又还蛮喜欢的，但是我却没有收到那个interview，所以我就会马上写一个 LOI 去给他，这样。对，这个就是投报率，我自己的应该有50几家，我怀疑有2家可能跟 LOI 有关系，但记得 LOI 之后，过了没有多久，可能是过了1个礼拜左右。他就发给我 interview，我点进去也确实发现他们 slot 已经好像感觉就已经被人家填了一些，剩的没有很多，所以我想讲的是，可能他就已经先发一波了，但是我怀疑他可能看到我的 LOI 之后才又补发给我，这也是我推的。LOI 原则好像有些 PC 不喜欢收超过2封信，所以如果你一直寄信，有时候会被列入 red flag， 所以就是1封信。OK， 我们应该剩最后一题，在整个面试过程中，你有没有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你是怎么调节的？压力很大的时候，其实坦白说过了就云淡风轻这样，但我只能说，我回忆起来算是一个蛮辛苦的一个 journey 这样，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到现在，这个算是我第一个很 formal 的 interview，而且还是英文，就会是我第一个，所以我其实压力是蛮大的，这样我也是表现会很担心自己表现不太好这样。我觉得心态调试，我其实会跟我自己讲说，因为包括刚刚不是讲说，我们尽量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让人很有记忆点的人，要有一些记忆鲜明的故事啊之类的。但是我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就是很 boring，我就是一个很平凡的 medical student，好好读书，多一点做研究，那个社团稍微跑一跑，就也没有做什么非常 special 的事。确实，但是我觉得，当然，你尽量去挖掘自己的故事，一定可以挖一些。但是当遇到有一些题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应的时候，或者是在你准备再多，你在 interview 你都会遇到你没有准备过的题目。这个时候，其实我给我自己的一个 mindset，
我不要被扣分就好。一个整个 interview 下来，我觉得别人会记住你的那一两个点。对，我觉得当我跟我自己讲这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准备起来，我压力就没有那么大。这样，我自己觉得我的压力调试方法应该是我找朋友哭。OK，反正因为大家压力其实都很大，也会其实整个面试准备过程，你其实是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进步的。你在每一次模拟面试之后，你有改进，你其实会逐渐从你变得越来越好这件事情上获得信心。但我觉得那时候有一个帮助我很大的心态是，也有人跟我说，你要给予这些面试官足够的信任，就他们活了一把年纪，看了那么多面试者，他们应该有能力可以透过你的讲话去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你不需要很用力的刻意把自己包装成另外一个样子，因为他们可以看得到你的好，所以我就 OK， 那就信任他们可以看到我的好。这个 mindset 是帮助我在很多觉得自己表现没有很好的状况下，可以说服我自己说 OK， 他是看得到我的好的。我自己觉得调节压力的方式，就是不要让 interview prep 成为你生活的唯一。像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也蛮感谢，幸好我还有课业要忙，我在这里还有朋友可以 hang out，要找一些其他事情能够做吧，压力也可以不用太大，这样。好的，那你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关于今天的分享？今天分享没有就应该没有。那就很感谢我们面试一路陪伴我们的朋友，还有学长姐，特真的别是很多 Trust 板上的学长姐，很无私的听我们从很 garbage 的面试，然后一路蜕变到现在。那就是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有问题也可以欢迎提问。啊，谢谢，拜拜。